大家好，今天要介绍的是如何使用 SolidWorks 来计算出螺丝的强度。那这里呢，教导各位的呢是一个数学关系式，所以呢，我们能透过输入我们的硬度以及尺寸，好，那就可能计算出螺丝的拉应力以及剪应力。好，那这里呢所介绍的呢，我们不需要透过 Simulation， 好，就是一个 FEA 的分析软体。我们只需要透过数学式，以及其他的一些简单的指令，像是感测器，我们就可以把我们需要的值呢给它秀出来，然后透过修改数学关系式里面的数值，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一个剪应力啊，或是抗拉强度。好，那这里呢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继续看下去咯。首先呢，在介绍怎么去制作之前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螺丝的强度到底是怎么计算的呢？那这里呢大概跟大家来说明一下。虽然说你不一定要去把这些计算式给它记起来，我们可以透过数学式。那如果有兴趣的，等一下后面都会介绍。那这边呢，虽然说我们不用把它记起来，但是还是会建议你先去了解它，这样子我们在输入参数或是我们觉得有问题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去验证。那这里呢，最主要的一开始我们要看的是螺丝强度的等级。那这里呢是比较常见的几种。那像 12.9 呢，我们一般成涡螺丝，我们把螺丝头拿来看，你会看到这里呢会标注一个 12.9， 那这个意思呢就是这个螺丝强度的一个等级。那我们要有一个概念，所有的螺丝只要它的硬度是在这个等级，不管是 M3、M5、M6、M8， 它的材料的抗拉最小抗拉强度都是一样的，因为呢它的强度等级是一样的。那这样子你就会好奇说，那我应该螺丝越大，它所能抗拉的强度应该越大啊，没有错。那这边呢，我们刚刚所看到的是材料，那如果是螺丝的话，我们就要乘以它的应力的面积。那这里呢就有一些计算式，我简单的来做个说明。那像是我们的材料的抗拉强度呢，我们就看这个数值，我们把它分成两个数值，像是 12.9 呢，我就会把它分成12加 0.9。那像 6.8 呢，我会把它分成6加 0.8，用这样的方式去把它分开。那我们就是前面的数值乘以10，再乘以后面的比值。它的意思就是，如果是 12.9， 我就是12乘以10，然后它的再乘以 90%， 就等于呢它的材料的抗拉的强度是这样子的。那如果是6.8， 就是6乘以10乘以 0.8， 就是48，这是它的材料的抗拉强度。那这里如果你有不锈钢的螺丝，那我打个比方，假设是 A2-70， 像这类的螺丝的等级，那它呢会比较落在像 6.8 跟 8.8 之间。那我们就可以假设是 7.8 好了。那我们如果是不锈钢的这个抗拉强度呢，就是用 7.8 去把它运算出来。那这边给有兴趣的人去尝试。那这里我们来提到这个螺丝呢，它的降伏的抗拉强度。降伏的抗拉强度，降伏的意思就是材料在那个点之后遭受破坏。所以一般我们会以降伏强度来做计算。再来我们就要符合的是应力的面积。那应力的面积呢，我们的公式就在这边。那这里因为比较多，那我就不再探讨，就列给各位看。那你如果有兴趣的，你可以按暂停放大，或者是到影片底下的说明，我都会放上去的。那像这里呢，我们透过了这个工程直径，假设是 M6 的，这里把它带入，还有它的 pitch 是 1.0。所以这个计算式呢，我们不是公制出牙也可以计算，像是 AN 螺帽，像这类的也可以去把它计算出来。那算完之后呢，我们就得到一个应力的面积，然后我们再把刚刚材料的降伏强度两个做相乘。像这里材料降伏强度乘以应力的面积，我们就会得到一个螺丝它的降伏的抗拉强度。一般螺丝抗拉强度会比较好，抗剪强度呢，这边就是一个抗拉强度的只有6成，所以要乘以 0.6。所以我们看到 M6 乘以 1.0 呢，这个 12.9 的螺丝它的抗拉强度是2170公斤。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材料呢，它的抗剪强度就只剩下大概一半而已，这边是1302公斤。就用这样的方式把它计算出来。那当然这边在计算的时候需要花时间。所以等一下我来教导各位，就是我们只要设定完之后，以后只要更改螺丝的尺寸，
以及你的硬度是多少，那软体就会自动帮你算出来。那这里是很方便的，要怎么做，我们继续看下去咯。首先我们在设定之前呢，要先学会数学式的入门篇。那这里如果还不是很熟悉的，你可以到影片底下的说明，那里都有连结可以去做个参考。那首先进来之后呢，我们要设定的是整体变数。那这里给各位看一下。那这里关于它的特征呢，我就不再另外做说明。你可以先有一个特征来做一个示范就可以了。那我最主要的是以数学关系式的变化来跟大家做说明。那这里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我们从这里开始 ，AS 开始 ，AS 呢，它是一个应力面积。那这里有公式，你可以按暂停放大来看，或者是到影片底下的说明。那你可以复制直接贴上来就可以了。那这里最主要呢，我们要能更改 D 跟 P。D 呢是工程直径。P 呢是逻辑，像范例这里呢是 M12乘 1.75 的方式，像这里把它带入进来，然后接下来是 C1 跟 C2，C1 跟 C2 就是一个材料的硬度，那在上一篇我有提到，我把材料的硬度分成两个数值，假设是 12.9， 我就会把它分成12跟 0.9，透过这样的方式，那再来呢，我就可以计算出材料的降伏抗拉的强度，有了这个材料的抗拉强度之后，我们就可以算出螺丝的抗减以及抗拉强度那这里呢怎么去计算出来，我们就先把它设定完。设定完之后呢再教导各位再怎么去连接数值咯。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连接的数值，那我们就可以观看这个抗拉以及抗减强度的一个数值。那首先呢，会建议各位呢进到一个基准面，然后我们画出两条线以及一个圆。那这里呢，我们在圆的地方标注的是应力面积等于 AX。那这里呢有直跟横的，直向的地方呢，我们把它设定是材料的抗拉强度的方向。那这里抗拉强度呢，就是给它等于 F2。那这里呢，抗减强度就是水平的，水平的呢给它等于 F3。那这里我们都设定完之后呢，基本上就完成，我们就按下结束草图。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发现，因为呢，它这个数值会非常大，所以你会看不到你的特征。所以呢，会建议各位先把它隐藏起来，然后呢，再把它放到一个比较适合的一个大小。那这样子呢，会比较好的。我们把它隐藏起来。那等一下呢，我们在运用连接感测器的时候，要去把它连接出来。那这边呢，先留给各位去尝试一下。我们如果是把它显示出来，是会比较特征会比较小的，那这边让各位去尝试一下咯。接下来呢，要教各位怎么去把感测器连接出来。像这里我已经先把它做好了。那我们看到这边呢，感测器连接完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数值是很方便的，所以我们可以把草图隐藏起来，未来就不用再用到它了。我们透过感测器就可以看到它。那这里呢要怎么做呢？那首先我先示范一个，我们在感测器这边呢按下右键，然后选择加入感测器。那当然感测器里面有很多可以去做选择，那今天呢就是以尺寸呢来做示范。那我们选择尺寸，选完之后呢，我们看到画面上这里会跳出我们的尺寸。那这里呢，我们就选择其中一个，假设是这里，我把它选举起来，按下打勾，那基本上它就会出现了。那这边画面上可能没有看到，我们把感测器这边打开来，我们就看到这里有一个尺寸1，然后它显示的数值，这里呢其实就是应力面积。那这边我们可以去更改它的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制定名称。那这边我们把滑鼠点一下左键。再把它点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可以去更改它。假设我用1、2、3，是做个示范。那这边我看到我们是把它设定成应力面积，这边是 AS，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单位打上去。因为这里尺寸的话，它就是连接了我们有预设的尺寸，所以它的单位可能是 mm，可能是 cm。那这里我们有一些数值可能是公斤或是 mm 平方的。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制定的更改名称呢，把这个单位放在前面，以及它是什么数值，把它放在前面，然后透过这里后面有一些数值，我们就可以借由这样来去观看的。那这里也是相当方便的一个方式。那这边呢就留给各位去尝试咯。接下来要示范的是更改螺丝。那我们更改螺丝之后呢，感测器里面的数值也会跟着做变动。那这边先让大家知道一下。这里不要让这个 mm 做误导了。我们看到我们刚有把这个单位输入上去，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螺丝，它是 M12乘以 1.75，它的抗拉强度有9100公斤，将近1吨的力量。
抗剪强度呢5460公斤哦，是相当高的。好，那这里我们来试一下，去把它更改尺寸。那这里预设我是 12.9， 那这边印度的地方让各位呢去尝试，我就示范的是更改这个螺丝的尺寸。那这里假设我把它改成 M6 哦，整个把它剪一半 ，M6 乘 1.0， 我们来看一下材料的抗拉强度以及抗剪强度，它会做什么变化呢？好，画面上我们看到螺丝已经变成 M6 乘 1.0 了。那关于这个参数螺纹的画法，有兴趣的可以到螺纹画法的入门篇那边都有详细的说明因为不在探讨范围内，就没有再讲解。好，我们最主要是要看螺丝的强度。我们看到左边这里感测器已经把它算出来了。所以呢，这个 M6 乘 1.0 以印度 12.9 来讲，它的抗拉强度是2173公斤。我们刚 M12 呢，它有将近9100公斤所以差相当多的。再来，它的抗剪强度呢是1303公斤。好，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出它的变化了。所以呢，我们透过了这个方式，未来如果我们有螺丝的档案，我们就可以借由这个方式把它建立在里面，那我们就可以随时随地的知道这个螺丝强度到底是多少是很方便的。那让各位去尝试跟感觉一下咯。最后来总结一下螺丝的强度篇。那这边呢介绍各位呢是运用参数式加上感测器的方式，让我们的档案可以计算出螺丝的强度。所以今天介绍各位呢，并不是使用纯手工去计算出来，以及使用 FEA Simulation 的分析软体去把它计算出来，都不需要。我们只需要这个数学式，然后借由数学关系式输入到档案里面，然后档案透过感测器显示给我们看。所以未来我们如果需要这个螺丝的强度的时候呢，有几个方式。第一个，你用螺丝的档案呢去做一个归类，不同的硬度或是不同的尺寸。它所搭配不同的呢，是这里抗拉强度、抗剪强度会做改变，或者是你的螺丝就是一个参数式的，我们只要输入我们需要的尺寸，它呢抗剪、抗拉强度它就会跟着做改变。硬度我们也可以去设定它，所以这样是相当方便。我们如果在设计螺丝的地方的时候呢，我们只要有档案，随时随地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螺丝的强度到底足不足够。有时候我们常常会担心，所以呢会去找一些计算式来运算，或者是呢把它使用 simulation 来做应力分析。其实这样都比较不直接的。如果我们的螺丝呢可以直接这样透过这种简单的方式，我们做过一次之后，未来就不需要再做了，因为软体都帮你算好了是很方便的。好，那今天的教学呢就到这边为止了，我们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学吧，拜拜。